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古装剧中常常会出现武打场景，演员往往呢也要做出不少高难度的动作，比如高空吊威亚，这就非常考验演员的心理素质和基本功了。功底强的仅凭一场打戏成功圈粉，还顺便秀了把仪态；功底差的则免不了被网友反复吐槽，钉在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今天咱们就从吊威亚开始，看看各路明星的功底究竟如何吧。不知道大家在追《且试天下》的时候有没有被杨洋的古装造型蛊惑呢？这挺拔的身姿，这端庄的仪态，虽然被吐槽有点端着，但是再端着也比那些荼毒我们眼睛的古装丑男强多了吧？毕竟在这之前，古偶剧中所谓的美男子都是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他们施展轻功的时候也是一个比一个辣眼睛，比如高速飞行后差点没站稳的金瀚，军九龄中金瀚从酒楼上腾空一跃英雄救美的故事，大家还有印象吧？从天而降的金瀚全身僵硬，丝毫没有美感，就连网友都忍不住吐槽，感觉他飞不动，就像是落地砸下来的。王鹤棣在《玉龙》中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，不仅被吐槽 AI 的演技，打戏更像一根木头一样被吊起来，全身不带动的，实在太敷衍。也有网友称王鹤棣的这段动作戏就跟没有感情的直升机一样，太让人出戏。反观杨洋，是不是飒爽多了？在施展武力时更是帅炸天，一挥手一飞扇都把气势拉满。罗云熙在《长月烬明路特》的表现也很精彩，光看这张吊威亚的翻拍图，就感觉他真的会飞一样，完全没有什么威亚的痕迹。除了《长月烬明》，其他古装剧中罗云熙的仪态也很棒，看他的仙侠打戏总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，不仅仅是扮相上，还有动作上的刚柔并济，这柔韧度简直是绝了。当时看他拍摄花絮的打戏，不管是踹一脚后的朝后边退去，还是自上而下的360度自由转体，看的人真心觉得这身姿也太柔美了。还有在月上重火里，一把扇子在他手里像是一把脱壳的剑，还有剑下弯腰转身，扇子在手中旋转一圈的动作，一个定格一个转身，真的有被吓到。都说很多打戏的脸是不能看的，因为用很多的替身，而罗云熙的打戏的脸不仅颜值耐看，就连神态也是和动作一样的飘逸自然，每每看到他在空中飞翔，都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。如果不是吊着威亚，真怕他就这么飞走了。原本就是京剧武生出身的郑业成，打戏功底也很强，即便是在空中旋转720度，动作也能一气呵成，简直就是快准稳。哪怕没有威亚的保护，郑业成在空中连翻数个跟斗也能稳稳落地。这高难度的动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一般人还真不敢尝试。这些年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，郑业成也没少拍戏，但是往往呢都是戏红人不红。但是最近因为他在《祝星豪》里的精彩打戏，终于被网友们注意到了，眼神动作都太绝了。看花絮里能很清楚的看到郑业成的武打戏，不管是挥刀斩去还是翻身而跃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，动作顺畅丝滑的像是踩滑板一样，一点也不扭捏拉垮。还有剧中这经典的飞檐走壁的动作，漂亮干净，大气磅礴，太有架势了。而且飞起来的瞬间，在空中的走位更是绝了，一把道具在他手里愣是被舞出了花，抬头刺下去的那个动作更是被惊艳的，这眼神演手臂上的爆发力真的是古偶打戏中的天花板呀。王一博饰演的蓝湛虽然说演技稍微青涩，但是武打戏份还是过关的，动作轻盈有张力，没有弯腰驼背的现象。即便在拍摄过程中吊着威亚，王一博在空中翻身的动作也是挺稳的，完成度也还可以。龚俊饰演的温客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，他将疯批美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打戏部分也是丝毫不拖泥带水。虽然伤痕里的武打戏份有很多慢动作的镜头，但是整体呈现的美感还是不错的。即使吊着威亚悬挂在空中休息的时候，龚俊看上去依然身姿挺拔，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也会让人相信温客行真的是武功高强，会轻功。
刘诗诗也是一个打戏非常漂亮的女演员，北舞毕业的她拍打戏吊威亚，身姿轻盈，完成腾空、一字马、侧翻的动作非常轻松，甚至在拍《风中奇缘》大漠戏份的时候，在空旷无支撑的外景场地做空中360度旋转，这种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，连结束动作都非常飒爽，她真的太适合演侠女了。怪侠一枝魅力的燕三娘，不知道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完美古装打女人设。漂亮、侠气、重情，可惜刘诗诗这类活泼跳脱的角色拍的比较少，而怪侠一枝梅又没有像她其他的作品那么火爆，让很多人错过了她干净利落的打戏风姿。张丽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演技一直在线，打戏也非常出彩，飞起来的动作飘逸，打起来有力度有韧劲。而且难得的是，她的动作戏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，一般都是自己完成的。《楚乔传》中，张丽颖的打戏更是动作干净利落。张含韵曾在采访中说，自己可能因为身材的关系，每次吊完威亚，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很疼。但是赵丽颖却跟她说，她非常喜欢吊威亚。张含韵当时就很震惊，因为赵丽颖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喜欢这项工作的女演员。杨幂在《33日十里桃花》中，一段在空中飘飞的戏也非常唯美。一袭白衫本就仙气飘飘，飞的动作轻盈自然，体态优美，真有几分仙子姿态。杨幂出道就演古装，这些年下来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吊威亚经验了。之前扶摇的花絮中可见她的打戏动作非常干净，不拖泥带水，又美又飒。刘亦菲的演技呢，见仁见智，但她的古装真的是绝美。当年小龙女一袭白衣踏月而来，翩若惊鸿，飘逸唯美，惊艳了无数观众。她的威亚掉得毫无痕迹，让人感觉她真的会飞。同样是演过小龙女的陈妍希，不仅造型不那么友好，打戏有些为难。小龙女出古墓本来是高光时刻，但是她造型非常臃肿。身材看起来五短三粗，飞起来的动作一点都不柔和，有一种硬着头皮上的笨拙感。事实上，这也不能怪特效老师，他自己本身吊威亚就不太好看，身体东倒西歪，姿势也不够优美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拍过古装打斗戏。他事后在采访中透露自己有点肢体残障，经常打着打着转个圈圈就摔倒了，而且那些招式他也记不住，常常都是临场乱发挥一气。周冬雨主演的《上古绝尘》也被吐槽了，除了被诟病颜值撑不起来古装和扮相不够仙气之外，他在剧中的飞升动作也遭遇吐槽，像铁臂阿童木。我们可以从剧中看到，他飞起来的动作不仅不带仙气，还有一种僵硬感。虽然整个画面是后期制作的云山雾绕、模糊不清的假景，看不到威亚线，也总能感觉此刻有一根绳子拉着他。而他的面部表现也告诉我们，他不会吊威亚，而且超紧张。赵露思在拍摄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起飞的戏份时也有点尴尬，不管是从起飞的那一刻，还是落地没站稳，整个动作看起来都不够连贯。无独有偶，徐开骋与赵露思在该剧中一起起飞的戏份与王鹤棣有的一拼，仿佛几个人坐的是同款升降机。还是看看早些年的吊威亚教科书吧。当年李寻欢从天而降，稳稳落地的那一刻，仿佛真的有轻功一样。而焦恩俊饰演的小李飞刀之所以很受欢迎，除了长相英俊、演技沉稳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的仪态始终处于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、卧如弓的状态。张志尧版的楚留香在剧中的每一场打戏也相当出彩，不管是飞身上树还是飞檐走壁，再难的武打动作到了他身上，犹如行云流水、飘逸出尘一般，看着着实赏心悦目。一身白衣，风度翩翩，仿佛张志尧真如楚留香本人一般，武功高强。虽说欢天喜地七仙女的特效有些突兀，但每次看到她们飞升上天的画面，犹如真的仙女一般会飞，个个身姿优美，丝毫感觉不到有威亚的存在。特别是青儿在湖中飞行那个片段，这才是真正的仙女啊！我也拿到金钱后。可见一个吊威亚的动作就能将演员的仪态展露无遗。要想在剧中武打戏份中脱颖而出，还需要在吊威亚上花点时间才行啊！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 C 太，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